凯伊是一位单身母亲，常年与儿子居住在一处简易的活动板房里。由于家中没有其他成年人，凯伊养成了良好的安全意识，对于任何事情都显得格外谨慎小心。但是尽管如此，他仍然遭遇了一场无法避免的灾难。闯入家中的歹徒对他做出了一系列可怕的事情。庆幸的是，凯伊虽然受伤非常严重，但凭借着机智和勇气，幸运地活了下来。他不仅很快恢复意识，而且还给警方提供了重要线索。然而，就是这样一起看似简单的案件，却在调查过程中频繁出现意外状况，等待了整整10年时间，才得以揭晓最后的答案。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？接下来让我们走进这起案件。大家好，我是大雄。今天分享的案例发生在美国特拉华州劳雷尔，这里位于特拉华州西南部，靠近马里兰州边界，人口约为3700人，是苏塞克斯县下属的一座城镇。主人公凯伊·罗宾逊出生于1965年，当时他30岁，有一个12岁的儿子尼克。凯伊和尼克的父亲在一起生活了大约5年时间，最后两人因为感情问题结束了婚姻关系。凯伊获得了儿子的完全监护权，此后一直与儿子尼克居住在劳雷尔的一处简易板房里。凯伊被描述为是个坚强开朗的女性，尽管前夫在离婚后没有提供任何经济支持，也没有参与到儿子尼克的成长，但凯伊依然尽了最大努力，为儿子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生活。虽然过得不算富裕，但好在儿子尼克非常理解母亲的不易，他们互相支持，一起度过了很多艰难时刻。这段失败的婚姻给凯伊造成了很大伤害，他对男性失去信任，离婚后一直没有结交新的伴侣。直到儿子尼克稍大一些，凯伊拥有了更多个人时间，这时他才逐渐改变了之前的想法。案发前段时间，凯伊经人介绍认识了一名叫安德鲁的男人。安德鲁比凯伊大6岁，他对凯伊和尼克非常照顾，两人一见如故，很快确定了恋爱关系。交往一段时间后，他们举办了订婚仪式，但是没有定下结婚日期，因为凯伊还没有完全走出上段婚姻的阴影，他对结婚充满恐惧，非常担心会再次重蹈覆辙。安德鲁对此表示理解，他非常尊重凯伊的想法，并给予了凯伊充分的时间和空间来治愈心灵创伤。他们没有朝夕同居，只是偶尔会住在一起。由于凯伊在过去的几年里一直独自带着儿子生活，这让他养成了良好的安全意识。凯伊会时刻与陌生人保持距离，避免自己陷入危险，睡觉前也会反复检查门窗，确保没有任何问题。然而非常不幸的是，即便他如此谨慎小心，但仍然遭遇了一场无法避免的灾难。1995年9月18日，一个平常的周一晚上，凯伊像往常一样与儿子尼克一起吃了晚餐，并帮助他完成了功课。由于明天一早他们还要早起上班和上学，所以在9点30分，母子两人就早早回到房间各自休息了。大约半小时过后，尼克一脸惊恐地跑到凯伊的卧室，大声说道：外面有个陌生男人，好像要从窗户里爬进来，他感到非常害怕。凯伊听后立即起身，重新检查了门窗，确认没有任何问题后，告诉尼克他已经锁好了门窗，保证不会有坏人爬进来，让尼克回房间放心休息。然而凯伊的安慰并没有起到作用，尼克仍然非常害怕，他一直盯着窗外，始终无法安心入睡。最后凯伊没有办法，只好和儿子睡在了同一间卧室。几个小时过后，时间来到了凌晨1点左右，正睡意朦胧的凯伊突然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音吵醒。凯伊看了看时间，已经很晚了，本来没打算理会对方，但那人似乎没有停止的意思，敲门声音越来越大。凯伊担心会吵醒儿子，于是就去了客厅查看情况。凯伊透过门上的玻璃看到了一名上身穿着法兰绒衬衣，下身穿着蓝色牛仔裤，留着浓密大胡子的陌生男性。凯伊觉得这个人的打扮有些奇怪，因为当时的天气还很炎热，这身衣服明显与季节不相符。不过出于礼貌，凯伊还是询问了对方是否需要帮助。这名男子表示自己的汽车在附近抛锚了，想借用一下凯伊家的电话联系朋友。凯伊是个非常谨慎的人，白天都不会轻易让陌生人进入家门，更别说是在晚上。
所以凯伊委婉拒绝了这名男子借用电话的请求，但表示愿意帮他联系朋友。男子犹豫片刻后说出了一串电话号码，并告知自己叫杰夫，朋友叫汤姆。看到男子给出了如此详细的信息，起初凯伊还以为自己可能多虑了，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他感到有些后怕。凯伊拨通了男子提供的电话号码，但对方却表示自己不是汤姆，也不认识叫杰夫的人。当凯伊把这件事情告诉门外的男子后，这名男子一反常态地表示肯定是凯伊打错了，或者根本没打算提供帮助。如果凯伊真的想帮忙的话，那就让他亲自拨打电话。这名男子的意图非常明显，试图利用激将法和道德绑架来诱使凯伊开门。不过当时凯伊已经意识到了危险，所以他没有顾及任何情面，直接责令对方立即离开，否则他将会报警。男子在遭到拒绝后表现得非常气愤，他狠狠踢了凯伊的家门，然后咒骂着离开了。凯伊被这位不速之客吓坏了，他非常担心还会遭到骚扰，于是马上向警局报告了这一情况。10几分钟后，凯伊接到了警局的回电，接线员表示巡警已经在他家附近巡查了好几遍，确定刚才那名男子已经离开，让凯伊不用过于担心。接完这通电话后，凯伊这才得以安心回到卧室继续休息。然而今晚注定是个不眠之夜，仅仅过了1个半小时，凯伊就再次被声音惊醒。不过这次不是敲门声，而是砰的一声关门的声音。起初凯伊以为是未婚夫安德鲁来了自己家，因为安德鲁拥有他家的钥匙，以前也经常在大半夜来找他约会。所以当听到关门声后，凯伊想都没想便起身走出卧室，来到了客厅。就在这时，他突然看到厨房的角落里蹲着一名持刀男子。凯伊一眼就认出了这名男子，他就是刚才敲门的人。凯伊见状，扭头就往卧室方向跑去。原本他打算把这名男子关在门外，以确保他和儿子的安全，但他刚跑到门口就被持刀男子一把抓住了。男子用刀威胁凯伊不要喊叫，并询问他家里还有没有其他人。凯伊如实回答说家里只有他和儿子，现在儿子正在卧室休息，不会对他造成威胁。男子听后决定进入卧室检查一下，但凯伊为了保护儿子，用身体挡在门口，死活不让男子进入。凯伊告诉这名男子，他的儿子只有10几岁，而且已经睡着了，如果想要钱财可以随便拿走，请不要伤害他和儿子。男子看到卧室一直没有动静，也就没有继续坚持。他回应说只要凯伊的儿子确实睡着了，就不会伤害他，但前提是凯伊必须要配合。说完，男子就拉着凯伊来到了客厅，两人坐在沙发上进行了交谈。期间男子不知何故谈到了自己的家事，他表示自己就住在附近，而且还有一对儿女。这次闯入凯伊家不是为了钱财，只是想得到想要的东西。如果凯伊配合的话，他很快就会离开，保证不会伤害任何人。凯伊立刻明白了男子的意图，为了避免自己遭受侵犯，凯伊一边假装同意，一边环顾四周，准备寻找合适的物品进行反击。但是这名男子非常警惕，一直把刀架在凯伊的要害部位。最后凯伊没有办法，只能跟着男子走进了旁边的卧室。男子让凯伊躺在床上不要乱动，接着剪断了一节电线，就准备把凯伊捆绑起来。凯伊看到这种情况，决定立即反击，因为他很清楚这名男子没有遮盖面部，肯定不会轻易放过他和儿子。如果一旦被捆住手脚，他将彻底失去反抗机会。随后凯伊找准时机，一把将男子推倒，迅速跑到了客厅。实际上当时凯伊有机会逃离现场，但由于他的儿子还在卧室，凯伊担心自己逃走后儿子会遭受攻击，所以他就想通过拨打报警电话的方式迫使男子主动离开。然而这名男子并没有被吓到，他在电话还未拨通之前就迅速制服了凯伊。男子对凯伊逃跑的行为感到极为愤怒，他像发疯了一样连续刺了凯伊数十次。凯伊拼命反抗，挡下了大部分攻击，最后甚至还折断了行凶的刀子。一开始男子并没有察觉，还在握着刀柄继续攻击，直到看到凯伊毫无反应，这才发现刀子已经断裂。于是男子匆忙跑到厨房，拿了一把新刀子继续攻击，但是这次还是没有达到让凯伊完全屈服的目的。身受重伤的凯伊依然在奋力反抗。最后这名男子或许是累了，又或许是出于其他邪恶的目的，停止了攻击。他对凯伊说道，
原本他不想伤害任何人，只是想和凯伊发生关系。如果凯伊仍然不愿配合，他就把外面的同伙叫进来，到时候凯伊和他的儿子将会付出生命代价。凯伊被这名男子的话彻底吓到了，他很清楚自己无法应对2名歹徒，也不能让儿子承受任何风险，所以在那一瞬间，凯伊决定配合这名男子。两人来到卧室后，男子用电线把凯伊的双手捆在背后，然后对他进行了长达数小时的摧残。欲望得到满足后，男子在凯伊的后背画了一个嘲讽的笑脸，紧接着开始了残忍的杀戮。凯伊喊叫的越大声，男子下手就越重，因为从一开始他就没打算留下活口。尽管凯伊已经身受重伤，但头脑依然非常清醒，他很快意识到这名男子不会轻易放过自己，现在或许只有装死才有可能逃过一劫。于是凯伊屏住呼吸，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，任由男子一次又一次的攻击。看到凯伊不再喊叫，男子还是有些不太放心，他又抱起凯伊，狠狠将他从床上丢了下去。这次凯伊依然挺住了，没有发出任何声音，他强忍着剧痛，整个人重重地摔在了地板上。男子看到这种情况，确信凯伊已经没有生命体征，终于停止了攻击。他在凯伊的身上盖了一块毛毯，然后前往了另一间卧室。看到尼克还在睡觉，男子遵循诺言放过了他。实际上，尼克从凯伊和歹徒谈话开始就已经完全清醒，他听到歹徒说只要自己还在睡觉就不会遭受伤害，所以他在凯伊遭受袭击的那段时间一直躺在床上不敢乱动。也正是通过这种装睡的方式，尼克才侥幸逃过了一劫。大约10几分钟过后，男子终于离开了。尽管当时凯伊已经非常虚弱，但他还是强撑着爬到了电话旁边。由于凯伊的双手已经被反绑在身后，所以他只能用脚艰难地拨打报警电话。在尝试了多次后，电话终于打通了，但此时凯伊已经耗费了全部力气，再也无法发出任何声音。好在他的儿子尼克及时出现，这才顺利与警局取得联系。接到报警后，警方和医护人员迅速赶到现场。当时凯伊的状况非常糟糕，他的身上遍布着大大小小50多处伤口，由于失血过多，生命已经岌岌可危。在把凯伊送到医院抢救的同时，警方对现场进行了勘查。凯伊家的房门遭到破坏，但家中没有遗失贵重物品。警方在客厅和卧室找到了作案凶器，又在门外靠近窗户的位置发现了一个清晰的鞋印。此外，还在现场的血迹里提取到了凶手的生物证据。结合现场的情况，警方认为歹徒应该有过暴力犯罪前科，作案目的非常明确。之所以会选择撬门进入房间，应该是提前了解了凯伊的家庭情况。案发3天后，警方收到了医院方面传来的消息，凯伊经过及时抢救，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。他的伤口主要集中在后背和脖子。由于在遭受攻击时，凯伊的双手被歹徒反绑在身后，这让他两侧的肩胛骨紧紧靠在一起，坚硬的骨头为他挡下了很多次致命攻击，内脏没有受到伤害。凯伊脖子上的伤口最为严重，但好在受伤后得到了及时治疗，所以非常幸运，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。凯伊经过几天的治疗后，已经完全恢复意识，他不仅能够开口说话，而且还准确无误地讲述了案发当晚的经过。警方根据凯伊的描述绘制了一张嫌疑人画像，在把画像公开后不久，他们很快获得了一条重要线索。案发2周后，警方接到了凯伊邻居的举报电话。邻居表示，他在凯伊家门口发现了一名形迹可疑的男子。这名男子拿着蜡烛跪在凯伊的家门前，似乎在做某种祈祷仪式。这条线索很快引起了警方的注意，因为在以往发生的案件中有过多次凶手重返现场的情况，于是警方立即采取行动，将这名男子带回警局。经调查，该男子名叫道格，来自马里兰州，他有过类似的性犯罪历史，并且前期就住在凯伊家附近不远的地方。最为重要的是，道格与嫌疑人画像极为相似。从当时的情况来看，道格符合嫌疑人的所有特征。于是警方直截了当地询问道格是否实施了袭击事件。道格既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，他只是一直反复道歉，声称自己记不清楚了。道格的表现无疑加深了对他的怀疑，于是警方申请搜查令，检查了道格前妻的住所。虽然他们没有在道格前妻家找到带血的衣服，
但却发现了一张带有手绘笑脸图案的工作申请单。这张笑脸图案让警方联想到了凶手，因为凶手在作案后同样画了一张类似的笑脸。考虑到这一细节从未对外公开过，警方当即认定道格就是他们要找的凶手。不过仅凭这些发现远远不足以定罪，所以警方又采集了道格的 DNA 进行比对。等待检测结果期间，他们还让凯伊辨认了道格的照片。凯伊在10几张嫌疑人照片里一眼就认出了道格。凯伊向警方保证，道格100%就是那晚伤害自己的凶手。然而就在所有人以为本案没有任何悬念的时候，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了。检测结果表明，道格的 DNA 与凶手完全不一致。基于检测结果，警方排除了道格的作案嫌疑。凯伊难以接受这样的事实，他确信道格就是凶手，只是不知道为什么 DNA 无法匹配。事后凯伊多次联系警方，要求重新调查道格，但是全都遭到了拒绝，因为 DNA 和指纹不一样，永远不可能出错。凯伊对此感到极为愤怒，因为这次袭击事件给他的心理和身体都造成了巨大创伤。他经常在半夜突然惊醒，并且对夫妻生活产生了严重心理阴影。未婚夫安德鲁也因为这件事情最终选择离他而去，所以凯伊不可能轻易饶恕道格。既然警方无法采取行动，凯伊决定以暴制暴，亲手解决道格。I was convinced that this was the man, and if he was going to be set free, then I was going to handle it. I was going to make sure he didn't do it again, and I was going to shoot him. And I was more than prepared to go to prison for the rest of my life. I was okay with that. 通过各种办法，凯伊获得了道格家的具体地址。在把儿子安置好后，凯伊特意选择了一个夜晚执行报复计划。原本凯伊打算用同样的方式闯入房间，然后趁其不备一枪结束道格的生命。但在即将实施计划的那一刻，凯伊犹豫了。他想起了自己的儿子，还有那些关心他的亲戚朋友。经过数小时的内心斗争，理智最终战胜了冲动，凯伊放弃了报复道格的想法。这次特殊经历让凯伊领悟了很多道理，他下定决心忘记不开心的事情，努力向前继续生活。为此，凯伊卖掉了原有房产，搬到了其他地方。他不再关注案件的进展，把所有精力都放在了事业和儿子身上。这起案件的调查持续了1年多时间，但并未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。由于缺乏线索，调查最终陷入停滞。2005年3月，凯伊遇袭10年后，本案终于迎来转机。警方通过筛查 DNA 的方式，确定了凶手是一名叫马克的性犯罪分子。马克来自马里兰州，据调查，他在案发那年住在距离凯伊家不远的地方。马克在2002年因性犯罪被马里兰州警方抓获，也正是这次犯罪使他的 DNA 被记录在了数据库中。通过照片可以明显看出，马克与之前的嫌疑人道格长相非常相似，说他们是双胞胎也不会有人怀疑。这也难怪凯伊会坚持认为道格就是凶手。不过道格的行为举止确实非常可疑，他没有解释为什么要跪在凯伊家祈祷，也不清楚他在工作申请单上画笑脸的真正目的。马克和道格都来自马里兰州，两人的前妻也都住在距离凯伊家不远的地方，所以就有传言说他们可能认识。道格就是马克在作案时所说的站在门口的那名同伙。不过这一切都是传言，没有任何证据支持。道格在接受完调查后不久就彻底消失了，至今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。他也没有因为这起案件再次接受警方调查。事后警方到监狱审问了马克，据马克的陈述，他对凯伊家的情况非常熟悉，当晚敲门借用电话只是想确认一下凯伊的未婚夫有没有在家。虽然这个计划失败了，但通过凯伊的行为判断，他的未婚夫大概率不在，于是就在1个小时后带着撬门工具重新返回了凯伊的住所。2006年1月，马克因谋杀未遂罪和其他罪行被判终身监禁，外加20年刑期。根据最新的报道，目前他仍然被关押在马里兰州的斯波坎监狱。好了，本期案件分享到这里也就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，请帮我点赞加关注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。我是大熊，下期见。